殿下这次来谢府，可是有其他的事。允之任何时候都会站在殿下这边。怎么样，拿到盟约了吗？没有，撞着谢公了。怪不得谢公出去一趟回来神情有变，还说自己身体不适就离开了。那谢公怎么说？谢公当时十分的抗拒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一时间无法接受谢浩的所作所为，他并非完全不相信我所说的。四哥，你说谢公会不会听我的劝，大义灭亲？能为大义而灭亲的人，让人钦佩。但在亲情面前，这却是一件残酷的事情。毕竟亲恩两难断，而且谢氏极其注重名声，相信没那么容易啊。那我们怎么才能拿到盟约呢？此时谢浩的书房肯定加强防守，再下手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。王妃，夜都这么深了，小心眼睛啊！没事，不能常伴祖父身边，能亲手为他缝一件衣服，也算是我的一片孝心了。玉婵，你的家里人在哪里？在陈郡，只是最近听说陈郡爆发了民乱，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。民乱？殿下不是在陈郡实行新政了吗？可是跟新政有关？这我就不清楚了，只是听说好像还挺严重的。明日再陪我回趟谢府吧。是。祖父，祖父，这么晚了，来书房干什么？祖父打算如何去告密，揭发你的亲孙子？我谢中没有你这个孙子，你教唆士卒，挑起民乱，祸害苍生，你还有点人性没有啊？你行至今天的境地，让我还有何脸面去见谢家的列祖列宗啊？好，我和你同担此罪，咱们现在就去彭城王府请罪。祖父，走，祖父，
祖父，你老糊涂了吧？你才是糊涂！你以为今天彭城王是来探望我吗？是来赴家宴吗？他早就知道你手里的这个盟约呀。无论是拿到这个盟约，还是由别人把你供出来，浩儿，你都是难逃的死罪呀！不可能，你不可能！我绝对不会让他们找到证据。浩儿，祖父，我求求你，听我一句劝吧。趁着此事还没有到，一发不可收拾，回头是岸，还来得及呀！你我现在就去彭城王府，请求彭城王念在我们谢家祖上的功德，从轻发落你呀！祖父，以我们谢家历代在朝堂上的地位，何以这么被陆远、被彭城王欺凌？因为你的年老魂聩，你认不清现实，要不然我们辛家怎么会任人欺凌，受人摆布？谢浩，我们谢家是名门之家，我们无愧百姓天地，怎么出了你这么个逆子啊？你怎可因一己私欲，竟如此泯灭人性啊！人性？祖父，你知道那些人为什么以我谢浩马首是瞻？那就是因为，若非我出此下策，立足土断，等到他日氏族势力溃散，就会轻易被寒门击垮。难道这就是祖父想看到的吗？世庶都是我大宋的子民，只要为大宋效力，有何区别呀？没想到的是，世族里出了你这样的叛逆，坏我氏族风骨，毁我朝纲纪。今天我就要大义灭亲，你现在就跟我去见彭城王。祖父，你把画给我，把画给我。祖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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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祖父。祖父，事至此，虽然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是李白啊！走走，快看看，走！哎，大部长！这，快去叫人通知彭城王！是是。殿下，下官已经查验，尸体上并未发现其他可疑之处，应该是死于意外。谢公于何时入府的？问过当值的护卫，谢公于昨夜入的府。祖父。
玉质，殿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姐姐节哀。有发现？这墓渊，姐姐认识这墓渊。这墓渊是王妃小时候谢公做给王妃的，怎么会在这儿？属下赶到时，谢公已经遇难，属下也不敢声张，只好拿了画先离开。属下有罪，若属下能早一步赶到，祖父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四哥，你去看看姐姐吧。谢公离世，她定会很伤心。王妃自小被祖父带大，这个消息对她来说，怕是难以承受。四哥，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墓渊很奇怪？这么紧急的情况下，谢公为何会带个墓渊入府啊？墓渊。昨夜吃饭时，谢公提起过墓渊，所以啊，我就做了2只墓渊，一只呢放我们韵儿的秘密，另一只呢就是放我想对韵儿说的话。这也是我们祖孙2个人的一个小秘密吧。难道盟约在墓渊里？盟约如果在墓渊里，那谢浩此刻早就坐立不安了。那盟约会在哪儿呢？殿下，殿下，荆州有消息了，庆陵王已查清民乱的真相，沈将军已经带着赵氏氏族的名单返回建康。我现在就去接风儿。哎，不要急，一切小心。谢公新丧，谢浩不会此时入宫，我们还有时间。那，你先去看姐姐。好。我去见一个人。消息可都有封锁？殿下放心，一切都在晋灵王掌控之中。他们得到的消息便是民乱依旧延续，真实消息久走了。爹，哎，你今日怎么舍得回来了？有人想见您。哦。啊，黎妃。王公见过黎妃。来寻老夫是为了知见殿的事吧？说心里话，我本不想管，但总不能眼见百姓如此啊。王公有忧邦忧民之心，百姓有事怎能不管？哦，黎哥觉得王公必须得管。尚书令节哀，今日谢公大丧，可是我们的事也不可停啊。毕竟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。可是尚书令现在也无法入宫啊，皇上还在病榻之上。尚书令带着大丧而去，万一冲撞了皇上，这责任可担不起呀。但是不能再等了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尚书令，
老爷，沈峰正从荆州赶回健康。你说什么？沈峰去了荆州，而荆州是否还有其他的消息？民乱持续，晋灵王举步维艰。可沈峰突然从荆州返回，我怎么总觉得这事儿有些蹊跷呢？绝不能让沈峰回来。明白。谢公。可是王公，王公，怎可劳烦您亲来呀？我和谢公同朝为官，老夫心中敬他如兄长，想不到谢公竟然撒手先逝。可此前明明好端端的，一时之间怎会如此啊？侄儿也不是很清楚，只是昨日知见殿一事，祖父听过之后非常生气，然后晚上彭城王又来府中探望过祖父，祖父一再劝阻彭城王新政之事切不要操之过急，但彭城王就是不听。随后半夜的时候，祖父就又去了王府，然后就死在了彭城王府。莫非是彭城王他？王公，此事万不可多言。为了叫停新政，我与那彭城王已经形同水火之势，此事不能再深究了。万一那天再招来更大的灾祸，彭城王若果真如此，岂不是恃宠而骄，凌霸朝野吗？是啊，王公，身为臣子，无论如何我都有谏言之责。不管彭城王如何对我，我都能忍。可是祖父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他彭城王，他怎么忍心呢？贤侄节哀，贤侄一心为宋，不计个人恩怨。谢公在天有灵，必得宽慰。王公，祖父已去，您作为开疆元老，可不能不管呐。彭城王一意孤行，我辈仍未言轻。纵然我愿意舍去这把老骨头，又能如何？但是有皇上啊！王公，我等已签下联名奏书，本来今日我应该亲自入宫，将此奏书呈给皇上。可是祖父，王公，可否由您将此奏书呈给皇上？这个，荆州民乱还在继续，您就忍心？百姓还在受着煎熬。这大宋因为新政变得混乱吗？看，喜欢吗？祖父给你做的墓渊。好漂亮啊！你看她的肚子，以后韵儿跟祖父的秘密都藏在这里面，好不好啊？好。王妃，谢公已逝，王妃节哀。多谢殿下。谢公定是极其疼爱王妃，昨日深夜带着穆渊入府，
怕是昨晚一句，进而引起了他的惦念之情。你们想要的是这个吗？我知殿下胸中抱负，绝对不会因为昨日在知监殿上我兄长的压力就屈尊示好。你昨夜同我回府是为何？祖父昨夜入王府又是为何？又为何会丧命于此？谢浩与一些士族签署了一份盟约，他们在新政的试点地区激起民乱，以阻挠新政。所以，你同我回府是为了拿那份盟约？那我祖父呢？我敬佩谢公的为人，我如今更敬佩他能为大义而割舍亲情。真的是我兄长。王妃，这里面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，我也不知道。但如谢公所说，这个墓院里是他想对你说的话，所以里面到底是什么，只有你知道。怎么做？最后决定权在于你。你没事吧？你受伤了？梅奇，站住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可是盘古的大首领，最擅长的就是用毒。你们要是再敢过来，别怪姑奶奶我对你们不客气。少废话，把东西给我！不要过来，我对你们不客气。把东西给我！好，好，我给你们就是。追！你敢不敢跳？你跳我就跳。
事的，梅琪。我们走。梅琪，你松开点，没事了，别怕。怎么了，梅琪？自从爹爹死后，二叔他总是一不开心就把我扔到水里。他看见我在水里挣扎的样子，就哈哈大笑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很怕水。傻丫头，那你刚刚还敢跳？你跳我就跳，只要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好，以后只要有我在，谁也不敢欺负你。我会一直保护你的。走。抱我起来。抱一下嘛。姐，你们俩怎么样？受伤了没有？没事。没事就好。又是他。姐姐，你认识他？之前与他交过手。姐，这个东西10万火急，快去交给殿下。好。他们会护送你们俩回神府。许真，我们先走，立马回府。是。好样的。梅琪，你没有受伤吧？殿下，现在好了，该处置的也处置了，新政也得以恢复，我们终于可以回去复命了。是啊。哎，对了，把这次百姓对新政的意见全都整理好，带回去给四哥，对其他地区的实行肯定很有帮助。是。霍州护，什么人干的？允之回来了。祖父离世这么大的事，我不应该来吗？哥哥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
祖父您一世清誉，允之虽是女儿之身，但心中竟念为楷模。虽如今您已逝去，但自小您对我的教诲，允之铭记于心。无恻隐之心，非人也；无羞恶之心，非人也；无辞让之心，非人也；无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祖父放心，允之一定不会忘记。允之刚刚那番话，究竟是何用意？愿兄长日后铭记于心。允之，你在找什么？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让下人帮你找。哥哥，何时我在府内走动的权利都没有了？我只是拿回属于我和祖父的东西，家里的事，你在意过吗？允之，祖父有愧于谢氏，你兄长谢浩联合士族，以盟约立誓结党，挑起民乱，犯下如此大逆之行，是我谢氏之耻辱，是祖父教导无方之过。现你兄长大错已成，祖父令其自首，其却死不知悔，甚至恶行相向。祖父待其盟约入府，以求彭城王降罪，唯恳求彭城王能保谢氏颜面，祖父愿以死谢罪。汝身为彭城王妃，但亦是谢氏之女，门楣之清誉，汝亦有责。
四哥，四哥，风儿回来了，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怎么了？尚书令，我们都等了1天了，这王公怎么还不见回来？进了皇宫也不会马上见到皇上，别着急，再等等。可我这心怎么就这么慌呢？都跟你说别瞎紧张，王公都出面了，肯定能成。可是王公回来了。许护卫，你擅闯重臣官邸，是何用意啊？彭城王有令，将谢府上下一干人等全部带走，拿下！住手！谁敢放肆？他彭城王现在一意孤行到敢擅自抓捕朝廷重臣了吗？你们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？还有没有皇上？你死不足惜，还在这口出狂言。追！尚书令，如今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中军听令，全部带走。参见殿下。郡山共秀水，好雨同相随。知家起何处？只要事事随。静默以待时，火光克天幕。望空心雁去，傲骨正通达。有哪一位能帮本王讲解一下这其中的奥妙啊？三宝，共同起事，一颗新政，这是反诗啊！
新政祸乱朝纲，而殿下执迷不悟，我等何罪之有？祸乱朝纲的是你们这帮人！这是彭城、荆州等地闹事士族的名单，他们皆已招认，是在你等的指使下，放火烧地，欺压百姓，激起民怨。你们再以此为由叫停新政。就算他们指认，也不能说明此事就是我等所为。如果那些人是被彭城王屈打成招的呢？强词夺理。我问你，谢公是怎么死的？祖父是死在彭城王府。谢公于彭城王府落水，可是怎么会这么巧？你的这幅画也是湿的呢？那是因为谢公带着那幅盟约入彭城王府，而你暗中派人杀了他。不是我杀的。那谢公的书信又作何解释？据谢公所言，他当日是带着盟约来的王府，可这幅盟约却于今日在你府中搜得。在谢公的这封亲笔书信中，字字句句指证你结党谋私，发动民乱，残害百姓。谢公是为了保留谢家最后一丝颜面，你为臣不忠，为嗣不孝，有何颜面称自己为清流？更有何颜面存活于世？殿下，镇北将军沈廷章之女沈离歌，今日要替枉死的父兄请命，控告谢浩勾结陆氏余孽，杀害我父兄于未央湖。恳请殿下主持公道，将真相公之于众，以为我父兄在天之灵。带人证。说，真相究竟是什么？确实是尚书令，他勾结沈家二小姐沈乐清，利用她，设法得到沈夫人的字迹，伪造书信，将沈廷章、沈芝二人引诱至未央湖，而我已经在未央湖布置好陷阱，杀害沈廷章、沈芝。住口！住口！此生泪如小小无边织，痛到风花雪月与你。用尽这一世，眼泪换不起耳语，待天开运气再来及。此刻各司切切操心志，爱抚到笔尖巧语。